这里是北京的司马台长城。长城脚下有个北京的网红景点，被称为长城脚下的星光小镇。7月盛夏，这里也算是避暑山庄。我也打算在这里度过几日清凉，也正好可以带着大家游览一下这个北京的网红景点长城脚下的古北水镇。古北水镇面积不小，加上旁边的司马台长城，准备在这里玩个2-3天。去古北水镇交通非常方便，即使不自驾也有公交到达，而且古北水镇还专门开通了景区直通车，这是位于东直门中青旅大厦下面的直通车。古北水镇在北京的密云，离市中心大概130多公里，车程大约2个小时，车费48元。景区车就在景区门口的2号停车场停车。从停车场走过这个桥，不远就是游客中心。今天的天气非常好，蓝天白云。因为这里地处北京的郊区密云，所以温度比市区要低个3-5度。穿过这个城门楼，就是前面的游客中心广场。广场前漂亮的水池，正前方这个门楼里的建筑也是游客中心。门楼上有4个大字：京师所悦。可能绝大部分人不认得第4个字，这个字不念伦，也不念钥匙的钥，念悦。京师所悦的意思就是兵防要塞。这是古北水镇的地图，大概9平方公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景区，通常要在这里住1到2晚。现在进入游客中心的大厅。这个古北水镇是按照国际高端的旅游度假区来建造的，非常的高档。大厅里除了购票，就是来办理景区里的入住。古北水镇景区里的酒店和民宿有很多，总共有几十家价格不等的精品民宿和酒店。除了景区里的酒店和民宿，景区外也有一些便宜的民宿。今天是非周末，但是来旅游和住宿的游客也非常多。如果需要多次出景区，需要在这里办一下刷脸。在景区里住宿的游客可以免费乘坐景区里的各种公交车。因为打算住在景区里，先坐景区的公交车去办理入住手续。这个景区的公交车非常便利，几乎可以到达景区的任何角落，而且景区车也有很多的车型。这一站是山水城站，一下车就可以看到小桥流水、江南水乡的感觉了。我这次选择住在了长城脚下的函谷山庄，所以还要坐一段酒店的专车。这里是函谷山庄的大草坪。函谷山庄是古北水镇的精品酒店，我这次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这里体验一下。酒店的设计体现出亲近自然、返璞归真的追求。大堂楼上的室外无边泳池，就像镶嵌在山水之间的蓝宝石，波光粼粼，在这里非常的舒适和惬意。远处的山上就是司马台长城。山庄里共有9栋别墅，都是高架式建筑。整个酒店和山谷的自然风光，还有远处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遥相呼应。这个长城脚下的山庄真的太美了。这个酒店的房间都是套房，面积非常大。客厅里有2个大沙发，还有一个榻榻米，比较适合一家子或者亲子游住在这里。住在这个酒店，除了包含双人早餐，还包括了双人的门票，还有双人的温泉票。虽然这个酒店的价格不便宜，但是每到节假日和周末，这里都是一房难求。
这里也算是古北水镇的网红酒店。当然，古北水镇里住宿选择非常的多，也有不少性价比非常好的。这是酒店的餐厅，中午在这里吃个午餐。古北水镇里有很多的美食街、餐厅、夜市，中餐吃得比较丰盛。下午休息了一会儿，准备去这里坐坐船，整体感觉一下这个古北水镇。这个古北水镇应该是和乌镇是一家公司开发的，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长城脚下的北方水镇。整个水镇有3个码头，第一个码头就在景区的入口处，沿途都是非常漂亮的客栈、店铺，还有不少旅游观光景点，准备找个时间好好逛一逛。现在来到了第一个码头，燕归游船码头。夏天坐着乌篷船逛一逛古镇还是比较舒服的。游船分为半程和全程，半程是80元一个人，如果人多也可以自己包一辆船。现在先跟着我坐船游览一下这个古北水镇。今天的天气真的太好了，这里太阳底下还是比较热的，但是在阴凉地儿就很凉快，尤其是坐在乌篷船里，小风一吹，非常的凉快。听着歌，欣赏一下两岸的风光。整个古北水镇里有很多形状各异的小桥，每一座小桥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坐在船中和走在岸边看到的风景是不尽相同的。这个古北水镇以前是司马台村，这里背靠着有着中国之最美誉的司马台长城，而且这里有长城文化、边塞文化、民俗文化、抗日文化，水道两旁也有很多的民宿。我又享受到了一个人独享乌篷船的待遇。这条河道全长大概3公里多，可以从景区门口一直到长城脚下。这个古北水镇还算是非常有特色的北方水镇，因为岸边都是气势恢宏的北方民居，很明显可以看到很多长城文化标志。这里白天是蓝天碧玺，晚上是星空闪烁，可以算是京城比较少见的集自然、历史、人文的高品质的度假地。而且这里一年4季都可以来，春之碧水，夏之夜景，秋之红叶，冬之冰雪，4季都很有特色。你算当地人吗？算吧，看离这没多远啊，这样说半个小时不到啊。这个古北水镇通过吸引附近地区的居民，应聘里面的民宿房东和景区各类的服务人员，可以说是和当地的村民共同打造了一个北京京郊具有历史民俗文化特色的旅游目的地。这个古北水镇我也是第一次来，可以说是北京景点里有比较少的没有去过的景点。
其实去年的11月份，北京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是计划来这里的。不过已经走到了半路，这里却封山了，因为雪下得太大了。没有办法，只能返回。记得那天我又去了北京的故宫，拍了北京的第一场冬雪。这次从贵州回来，在北京休整，因为是夏天，北京比较热，也懒得出门。突然又想起了这个古北水镇，因为这里有山有水，也算是北京夏天一个避暑的地方。于是就打算来这里好好的游览一下，也算是个避暑。古北水镇及周边旅游资源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这几天我也可以在这里慢慢的游览，把古北水镇还有司马台长城好好的拍一拍。这里的环境和空气质量真的太好了。坐船游览了一半的水镇，晚上准备挑灯去夜游司马台长城。这是被誉为中国长城之最的司马台长城。司马台长城曾被评为全球不容错过的25处风景之首，也是唯一一段保留明长城原貌的古长城。这次来古北水镇，特意选择了夜游司马台长城。跟着我一起来挑灯夜游司马台长城。这里是古北水镇，一般来古北水镇都会顺便去它旁边的司马台长城游览。不过在夏天白天爬司马台长城还是比较热的，所以这里特别推出了夜游长城的活动，体验夜游长城还是非常不错的。先在山下吃个晚餐，据说这家烧肉馆的肉非常好吃，尝一尝这里的红烧肉，这算是中式烧肉汉堡吧。这家餐馆的味道还真不错。吃过晚餐，来到了司马台长城的入口。古北水镇和司马台长城是完全挨着的，这里夜游长城门票需要单独购买，住在景区里的游客优惠票120元。和白天的游览方式不一样，这里夜游长城必须要坐索道上下，门票价格包含了往返索道。拿了一个小红灯笼，开始挑灯游长城。很早以前来过一次司马台长城，感觉非常的险峻苍凉。北京有好几个游览长城的景点，比较出名的是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还有金山岭长城。其实金山岭长城离司马台很近，在这几个开放的长城景区里，司马台长城是唯一一段保留了明长城原貌的古长城，以其险、密、奇、巧、全5大特点著称于世。现在乘坐的就是长城的缆车，拿了一个小红灯笼。中国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说，中国长城是世界之最，而司马台长城堪称中国长城之最。英国的《泰晤士报》曾把司马台长城评为全球不容错过的25处风景之首。现在到了缆车的终点，下了缆车，山上也有一些便利店，可以看到山下的古北水镇和缆车。下了缆车需要走几百米的路程才能到达烽火台。
昨天看留言，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司马台长城。司马台长城在北京密云的古北口镇的司马台村的北边，也就是挨着古北水镇。司马台长城，看一下景区图，1到10个烽火台，晚上只开一段。因为司马台长城非常的险峻，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问题，这里夜游只能坐缆车上下，而且只开放中间的一段。而如果白天过来，既可以坐缆车，也可以徒步上来，而且可以游览整个景区的烽火台。马上就到达司马台长城了。现在看到的是6号烽火台，确切的说，这应该都是敌楼吧。这个是5号敌楼。看看里面什么样子。很多人都在这里拍照。整个司马台长城有30几座敌楼，但这里开放的白天也只有10座敌楼。看看脚下的长城，完全是原貌，这就是司马台长城的特色，保留了明长城的原貌。1987年，司马台长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原始长城。这里山势险峻，敌楼也非常的密集。如果想充分体验司马台长城的险峻，其实可以白天来爬一爬。旁边就是古北水镇，下面还有一个鸳鸯湖。这个鸳鸯湖赋予了这段长城以灵性。据说这里的湖水是由泉水汇集而成的。很多人来古北水镇也会在长城脚下泡一次温泉。现在太阳快下山了，很多人选择夜游司马台，就是抱着非常轻松的心态看日落，看小镇的星空夜景。所以游客都在第5和第6敌楼之间自由活动，等待日落。这个角度看上去景色真美。感觉太阳突然间就落山了。将近8点，古北水镇和长城的灯光也亮起来了。看我的小红灯笼，挑灯夜游司马台。天空的另一端还比较明亮。傍晚，长城上凉风袭来，非常的舒爽。下面古北水镇的灯光。古北水镇里每天晚上都有非常多精彩的演出，所以如果既想来夜游长城，又想看下面演出的，必须计划好时间。从这个敌楼的窗口和门洞拍照非常的漂亮。来到这段长城，游客非常的多。看这2座敌楼之间有好多的游客。很多人就坐在城墙上
幸福的纳凉，看着远方的美景。看这个城墙两边都没有墙垛，也没有修保护的设备，好像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吃完晚饭上来的。看了吗？我也能看见。大概能有这么高没有？这个位置多高？现在差不多晚上8点半了。没想到夜游司马台长城的人还真多，城墙上非常的热闹。8点半，古北水镇里会陆陆续续的上演很多精彩的节目。不过山顶上基本看不到下面的演出。如果想看水镇里晚上的精彩演出，一定要8点钟就要坐缆车下去，坐在城墙上休息一下。天色完全黑下来了，好像下面的无人机表演开始了。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从山上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无人机表演。不过距离实在是太远了。现在坐缆车从山上下来了。街道上有几座小的免费温泉池，很多人来古北水镇也会享受一次在长城下泡温泉的感觉。古镇里有2个不错的温泉大院，我住的酒店是包含了这里的温泉票的，所以准备过去泡一个温泉。古北水镇的夜色是非常美的。现在9点半，基本上演出都结束了。这里的温泉馆晚上11点关门，所以抓紧时间过去泡个温泉。来到了这个段家大院，据说古北水镇的温泉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想泡温泉，最好选择那种含温泉票的酒店。这里的水温比较适合我，39度左右。泡完温泉，回去准备睡个舒服觉。明天继续逛一逛古北水镇里好玩的地方，尤其是非常漂亮的夜景。用微笑面对蹉跎。今天是在古北水镇的第2天，早晨去吃早餐。这是函谷山庄酒店的餐厅，吃饭的游客还挺多的。早餐非常丰盛，只选了几样自己爱吃的。酒店的游泳池，家长带着小孩在这里游泳。可能这2天有很多粉丝听出来我嗓子有点哑。这次在古北水镇行程比较轻松，上午准备来逛一逛街。古北水镇现在算是北京的一个网红景区，虽然不是周末，但是游客也比较多。桥头的这条街好像是个美食街，很多小吃，不少的网红摊位都排起了队。古北水镇里面的街区大概长度有3公里，可玩的景点非常多，还有几十家民宿、酒店，很多网红小吃。这里还可以泡温泉，尤其是晚上有非常多精彩的演出，是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休闲度假旅游区。这是美食街，有很多小吃，
古北水镇也可以说是一座美食小镇。中央电视台曾经以古北水镇汇集天南海北的家乡年味儿对这里做过报道，所以这里网红餐厅和小吃非常多。看看这家的豆腐饺，据说非常好吃。这边还有馄饨、撸串，很多小吃。如果游玩时间比较紧张，可以吃这些小吃，物美价廉。这里还有吃小吃休息的地方。这好像是桥头的一家咖啡馆吧。水镇有很多漂亮的小桥。昨天坐了一下这里的摇橹船，我还随口一说，说成了乌篷船，有些粉丝还给我纠正了一下。在乌镇一般都是乌篷船吧。这个船可以从景区的入口一直开到长城脚下。古北水镇里有很多的仿古建筑，这些仿古建筑也都是有来头的。昨天晚上好像经过了这里，这里可以泡脚、泡温泉。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的好。这一边有很多知名的建筑群，比如八旗会馆，还有镇远镖局。这个远处看像一个真人一样。去这里的镇远镖局看一看。很多人知道镇远镖局都是从电视剧里看到的。来到古北水镇的镇远镖局，才算真正了解了其发展起源。在冷兵器盛行的年代，和牲畜运输才是镖局存在的基础。但随着枪支火药的出现和火车运输的普及，走镖这个行业也就到了尽头。这个古北水镇的镇远镖局还挺大的，有好几重院落，还有练武场和擂台。在古北水镇里有不少这样的厅堂会馆，可以了解他们的历史。现在又再次回到了这个桥头。古北水镇有几个位置比较高的景点，其中有一个山顶教堂，准备慢慢上去看一看这个山顶教堂。路过了一个书舍咖啡厅，里面感觉还挺文艺的。旁边是一个长城书舍，原以为是个书店，其实是个酒店。这上面都是历代皇帝和名家出入古北口地区时留下的名诗名句。这个酒店性价比还不错。继续往前走，这是通往山顶教堂的台阶。如果怕累，也有景区车直接开到这个山顶教堂。现在来到了山顶，这里的建筑都被绿色植物包裹。左边这个就是教堂，感觉这里能够举办婚礼吧。景区的交通车也是可以开到这个山顶的。进去看一眼。好像真的可以举办婚礼。山顶还有一个云端咖啡馆，这个咖啡馆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因为这里有个户外平台，可以看到整个古镇的全景，尤其是晚上看夜景是非常美的。准备晚上的时间再上来一趟。现在去吃饭，
这家古关火锅也是这里的网红餐厅，看看在这里就餐的人多多。要了一个清汤火锅，感觉我点的够2个人吃了，味道确实不错，难怪这里的客人这么多。吃完午饭，坐车回酒店休息了一下。客厅里有一个榻榻米，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去酒店里面走一走。非常喜欢这个长城脚下的山庄酒店，看这里的自然环境，天气多好。这个酒店里的所有建筑都由空中的走廊连接，下面的大草坪有很多的鲜花和小路，还有一条小河流淌其间。树荫下是非常凉爽的。在这个山谷草坪里有很多的白色帐篷，原来这里是个帐篷营地，可以在这里露营、体验、吃下午茶。还真有不少人在这里露营、吃下午茶。可以在帐篷里休息，还有丰富的下午茶。我也有个机会在这里体验一下。这个帐篷营地的下午茶还真的挺丰富的，有水果拼盘，还有很多饮料，各种甜品、茶点、蔓越饼干、巧克力雪球、马卡龙、提拉米苏，各种干果小吃。很明显这个套餐可以3个人吃，因为每个品种都是3份。我每样都尝了一下，确实不错。这个是休息的帐篷，感觉一大家子来吃个下午茶真的不错。这个帐篷里还有风扇。这个帐篷营地下午茶的套餐比较适合一家3口，感觉都可以在这里睡个午觉了。其实这2天有点不舒服，所以嗓子也哑了。好在这次在古北水镇是一个比较悠闲的休闲度假之旅，而且还有机会住了这么奢华的酒店。回到房间休息，准备晚上去看古北水镇的夜晚的演出。另外我看到粉丝告诉我说西瓜普雷又要比赛了，不过这次需要直播拉票，这对我也是个难题，要不要参加呢？这里是北京网红景点司马台长城脚下的古北水镇。今天带大家打卡一下这里的一家网红酒店，长城脚下的函谷山庄酒店。看这家高端智能酒店环境多美，一起看看里面的房间。智能门锁，现在很多高端酒店和民宿都是智能门锁，直接输入密码或者刷指纹、刷脸都可以进入。尤其一些总是忘记带钥匙和房卡的人，有了智能门锁都能轻松应对，而且安全系数非常高。看，房间都是落地观景大玻璃。像这种高端的酒店和民宿，现在智能设备都非常多，比如智能窗帘。人们在外面劳累了一天，进门就想安静地躺会儿，懒得动，尤其是窗户多，不想来回跑，而这个智能窗帘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按一下遥控器开关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比较高端和有特色的民宿酒店，卫生间也有很多的智能设备，尤其是都有智能马桶，
而且智能马桶的功能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都可以智能翻盖、智能冲水，不用手动操作。坐在马桶上按这些按键就可以完成智能冲洗，非常的卫生方便。床头的空调、灯光和窗帘的控制面板，躺在床上就可以轻松地操控这一切。有没有感觉这些智能家居让酒店和民宿变得越来越高档，更加人性化？7月有个京东智能家居活动，对智能家居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京东智能趋势品类日，解锁你的智能生活新物种。这里是北京的古北水镇。古北水镇被称作长城脚下的星空小镇。白天这里仿佛江南小镇，而到了夜晚，这里就是欢乐的天堂。古北水镇每晚都有非常精彩的演出，每天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在这里观看演出。今天就带着大家看一看古北水镇的夜色。到古北水镇一定要来看看这里的夜景和表演。这是古北水镇的中心地带日月岛广场，这里有很多的餐饮和娱乐场地，晚上这里也会有精彩的表演。这是广场上的星空夜市，一到傍晚这里就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就餐，附近也有其他的小吃街和网红餐厅，旁边有一家口碑不错的清真餐馆。晚餐点了一荤一素，准备吃完晚饭去看演出。广场上有老戏台和大戏楼，晚上8点半这里也会有一场无人机的精彩表演。今天是非周末，在广场上乘凉和吃饭的人还真多。古北水镇晚上有2个比较大的免费演出，其中8点钟有一场音乐水舞秀。先穿过这个水镇石街，这条街上也有很多各地的美食。水舞秀的表演在望京街上，跟着人流一起往前走就行了。表演场地就在长城脚下的喷泉广场。表演8点开始，现在已经来了非常多的游客。晚上这里还是比较凉爽的。8点钟音乐水舞秀开始表演了，看几个精彩片段。观看演出的游客简直是人山人海。古北水镇的夜景和晚上的演出确实比较知名，所以几乎来古北水镇的游客都会在这里住一晚看演出。除了音乐喷泉，还有3D 灯光秀。这个灯光秀讲述了一段历史。音乐喷泉和3D 灯光秀大气磅礴。傍晚这里的气温非常的舒适，眼前这个建筑就是望京楼。虽然没太看懂这个故事情节，却也体会出一种惊心动魄。
这个灯光虽然是打在望京楼上，但是画面非常的立体。楼阁的飞檐上出现了一个钢琴的键盘，好像一个小孩在琴键上弹奏出乐曲。这个喷泉的水舞动作和音乐节奏控制完全吻合，在星光璀璨的夜空下，应和着悠扬的乐曲，背靠着俊美的长城，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水的柔、水的美和水的魔法。这个音乐水舞秀大概全长10几分钟，也是来夜游古北水镇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个景色。游客们都在这里举着相机，纷纷拍下这非常精彩的一幕。这个音乐水舞秀每晚都会有几场演出，周末的场次会更多一些。看完了8点的这场音乐水舞秀，大部分游客又前往日月岛广场去看无人机表演。古北水镇的夜晚是非常热闹的，很多游客晚上去夜游司马台长城，有些人去泡温泉，更多的人在夜晚是吃美食、看演出。现在又回到了日月岛广场，远处山上就是司马台长城，长城脚下的这个星空小镇。现在无人机表演快开始了，这里的无人机表演是结合了孔明灯，非常有特色。看看，无人机和孔明灯飞起来了。和其他地方放飞孔明灯不一样，这里的孔明灯是和无人机捆绑在一起的。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飞到天空中的孔明灯实在是太美了。转朱阁，低火照，不灭，不应有恨，何时知晓？天空中出现了2022，实在是太神奇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数字又变成了爱心，此事不难全。然后在天空中不断地幻化成其他的图案。广场上站满了人，大家都在用手机拍摄着美丽的画面。远处的长城，天上的无人机孔明灯，无人机也变出了长城和和平鸽的图案。
天上又出现了美酒，我欲乘风归去，又变成了小鸭子、小船。唯恐琼楼玉宇，老竹不胜寒。看着广场上的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无人机表演，尤其是和孔明灯结合，非常的特别。天空中出现了“古北水镇”4个大字。最后无人机慢慢的远去，消失在天空中。这个无人机表演实在是太美了。突然又想爬到山顶教堂看一看整个水镇的夜景。坐景区的车直接来到了山顶教堂。山顶的云端咖啡厅露台上也站满了人。从这里望向小镇，古北水镇的夜色实在是太美了，好像是人间天堂一般。这是北京的古北水镇热闹的夜晚。夜景确实是古北水镇的一大特色，还是很值得来看一看的。在古北水镇玩了3天，这是我住的古北水镇的另外一个酒店——面城酒店。古北水镇景区里有3种类型和档次的酒店，精品酒店最贵，从1000多到3000多，除了住宿费，也包含了早餐、温泉票和景区的门票，比较适合亲子、商务和度假。这种精品酒店基本定位的都是长城脚下的山庄别墅，环境和风景、服务确实非常好。还有一种是主题酒店，价格1000多为主，也包含了早餐、温泉票，但是不含景区的门票。不过景区门票可以优惠价购买，想泡温泉的选这种比较划算。最后就是景区的民宿，非周末一般都是几百元的价格，但是没有温泉票，也不含景区的门票。另外景区外也有一些更加便宜的民宿。住在酒店的游客随时都可以用这种景区的免费车。今天是在古北水镇的最后一天，吃完早饭准备去逛一逛没有去过的一些景点。面城酒店和函谷山庄的早餐餐厅在一起，还是挺喜欢这里的早餐的。吃过早餐，退了房，准备边逛边出景区。离酒店不远的山顶教堂，这里的绿化做得特别好，有点像童话世界。这是从山顶看到的古北水镇的情况。这个山不高，但是也有景区的交通车直达上面。我准备徒步下山，顺便逛一逛没有去过的地方。古北水镇值得去参观的景点大致有几十个，所以即使住上1-2天也不会觉得枯燥。在古北水镇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像这样的小巷子拍照都很美，尤其是秋天，这里都是爬墙红叶。这里又一个比较大的建筑，这个叫什么啊？杨无敌，杨家将。对，你进里瞅瞅嘛。
在古北水镇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这个圆通塔，准备上去看一看。先过桥，再上山。这是古北水镇非常漂亮的河道和小桥。这条河非常干净，里面有很多的鱼。真大。河的两边也有很多的民宿，每家民宿都布置得非常漂亮精致。这些都是北方典型的民居。现在来到了圆通塔院，从这里上去就可以上到非常醒目的圆通塔。山不是很高，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去。上面有一个寺庙，感觉这里还可以体验入住。穿过寺院，简单的参观一下。先是天王殿，前面是另一个大殿。从这里穿过去，后面还有一个殿。慧根原像。这个寺庙面积还挺大的。从这里穿过去，后面就是圆通塔了。这个就是在古北水镇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山上的圆通塔。司马台长城索道，这里位置比较高，可以看到远处的司马台长城。整个古北水镇也可以一览无余。这个圆通塔上面不开放，只能在平台上看一看。感觉能爬上这个圆通塔的游客并不多。河上的游船，这就是白天看到的司马台脚下的古北水镇。这个桥基本在古北水镇的中部，准备从这里往景区出口走。这一段路正好没有走过。在这条街上有很多的传统手工艺作坊。大部分人来古北水镇都是从景区口一直沿着这条街过来。这条街上著名的景点有永顺染坊、风筝坊、年画坊、皮影戏馆、司马小烧、灯笼铺等等。沿途也有很多客栈民宿。古北水镇里有几十家民宿，都很有特点。现在到了永顺染坊，进去参观一下。这个地方非常的回归自然，都是植物印染的。进染坊的大院参观一下，感觉是不是到了乌镇一样？在乌镇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染坊。这里还可以亲自体验一下染坊工艺。不过更多的游客都是在这里打卡拍照。
这家是永顺客栈，上午就来了不少游客。继续往前走，继续逛。这条街上确实非常的热闹，可惜晚上竟然没有来逛一逛。前面这家好像是风筝坊，这里都是传统手艺沙燕风筝。这大风筝拍照很漂亮，各种各样的店铺。前面是年画坊。中国的年画可以说都有非常厚重的历史，这里几乎每个店铺都可以体验。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流非常的热闹。灯笼，这里是个灯笼铺，可以进去探秘寻踪。这条路大约有1公里长，但是河两边大约有2、3条不同的街道。这个叫响器铺。这么多店铺，想要一一逛到是非常难的，所以可以在进景区的时候要一个导游图，了解一下里面哪些可以逛。前面很快就到了景区的出入口，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码头，可以坐这个码头往景区里走。中国长城是世界之最，而司马台长城又堪称中国长城之最。这是景区入口的一个大石头。现在从景区出来了，在里面一共玩了3天，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个人觉得，如果来古北水镇，至少要玩2天。如果还要爬司马台长城，最好再多住1晚。古北水镇算是北京一个非常成熟的旅游度假区，现在交通也非常方便，即使不自驾，也可以坐公共交通、直通车到达这里，而且这里1年4季都可以玩。我也打算有机会秋天或冬天再来一次。